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 F-35和苏57这两种先进战机在印度航展上争相亮相。这两大强国伺候印度很是舒服。印度的班加罗尔航展呢，2月13号开幕。为了争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冤大头又最多的武器市场，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欧洲的各个主要的武器出口国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来讨好印度。尤其是美国派出了4架 F-35战斗机前去飞行表演，并且在14号还给印度人带来了一个惊喜，2架 B-1B 轰炸机掠过航展的现场。俄罗斯呢更是想要抓住印度这头肥羊了，把所有的出口武器的精华都摆了出来，虽然大多数都是模型。在展会开幕之前呢，就放出风声，说要邀请印度参与开发苏75将军隐形战斗机。印度的媒体那更是嗨翻了天得意洋洋地说苏57隐形战斗机也有可能参展，因为俄罗斯希望印度采购苏57。印度的欧亚时报在2月13号采访了印度的防务专家、前萨博印度公司的营销总监瓦伦·维贾伊辛格。他说，印度空军很可能最终会采购 F-35战斗机，这向中国发出了强烈的信息。什么意思他没明说，但无非就是看我厉害了吧。除了 F-35战斗机之外，美国厂家呢还推出了更多的战斗机，希望印度军队采购，包括波音公司的 FA-18EF 战斗机，还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给印度定制的 F-16战斗机 F-21。这个 FA-18EF 正在竞标印度空军的舰载战斗机，为印度海军的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配套。它的竞争对手呢是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 M 舰载战斗机。当然了，让印度媒体最嗨的还是采购第4代战斗机的可能性。不论印度人嘴里面怎么吹阵风吊打歼20，其实呢他们心里很清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印度采购第4代战斗机有3种选择，首先是采购俄罗斯的苏57或者是苏75。但是印度10几年前曾经参与过俄罗斯的 PAK-FA 第4代战斗机的研制项目，想要基于这一款战斗机打造印度自己的下一代战斗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俄罗斯不想转让关键技术，不想 PAK-FA 项目为印度做太多的改动等等，最终印度在花了20多亿美元的冤枉钱之后退出。俄罗斯最终将 PAK-FA 发展成了苏57。有了这个痛苦的经验之后，印度还会采购苏57吗？还会参与那个8字还没一撇的苏75项目吗？其次是采购美国的 F-35战斗机。印度人打心眼里认为 F-35能够吊打歼20，那比吹牛阵风吊打歼20有底气多了。但是很快就有人来泼凉水印度的前 F-35战斗机的高级试验试飞员比利·弗林直言不讳地对印度媒体说 F-35在印度没有市场，因为印度空军目前没有装备 F-35的能力。他说的应该是印度空军目前装备的大量的俄制武器系统与美式装备不兼容。考虑到土耳其因为采购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而被踢出了美国 F-35战斗机供应链，同样采购了 S-400的印度也不太可能得到 F-35。美国媒体早就说过，即使印度现在提出采购 F-35，但是由于它在美国 F-35战斗机合作计划的参与国家之中优先级别最低，即使给印度空军排产，最快也要等到2035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第5代战斗机可能都服役了。第3个选择就是印度自己开发第4代战斗机，也就是 AMCA 计划。但是印度的空军司令维韦克拉姆乔达里对印度航空发展局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能否如期完成这个项目表示严重的关切和怀疑。印度的 LCA 光辉战斗机从1983年开始研制，经过了30多年的研发，才在前几年才进入印度空军服役。这期间还曾经花大钱请法国的达索公司帮助解决很多关键的技术问题。印度在还没有完全掌握
第3代战斗机技术的时候，就想开发第4代战斗机，这是印度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中国行我也行的这个关键的反馈。总之对于第4代先进战斗机，印度不论是自研还是外购，至少在10年内都不太可能装备到印度空军。印度媒体算是白嗨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